嘿，大家好，我是达达。然后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聊的内容是，我是怎么认识我男朋友的，我又是如何就跟他在一起的，然后把我跟他相遇、相识，然后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简短的跟大家聊一下。好，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然后喜欢我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得给我点关注、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谢谢大家，拜托拜托。我跟我男朋友认识大概是在我18岁的时候，对，18岁的时候成年的时候认识，但是并没有在一起啊。我记得我是18岁那个时候高中。我那个时候在我们的那个步行街那一边，在大街上跟朋友一起去买东西买衣服，然后他正好在那个地方，就是我男朋友他正好在那个地方开了一家服装店，他那个时候他的店也是刚刚开业，刚刚搞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恰巧我就走了进去，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刚好是在他的店里面，然后他就正好看到了我，然后就顺其自然的就过来给我介绍呀，推销呀，推销衣服呀，主要是推销衣服了。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他店里的衣服呢，的确也都还不错啊，他的衣服都是他当时自己在广州那边进的货，然后带到长沙来卖的啊，都是一些很好看的衣服，然后他的品味其实也还可以的啊，所以就在他的推荐下面就买了一些当时的衣服裤子，然后那个时候他给了我一些折扣，我记得，然后顺其自然的他就把他的微信拿了出来，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加下我的微信，然后如果我们店出了新款，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把图片发给你，就类似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很顺其自然的我就扫了他的二维码，就加上了他的微信。就回过头来现在想一想，他的确当时他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套路，因为其实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店的一个店里面的微信啊，就是全是那个微信号里面的朋友圈里面全是他们的衣服呀，然后客户一般会加那个微信，但是他当时是拿了他私人的微信给我，然后要加我，这个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店里面原来是有那种店里面的那种店铺的微信的，但是他那个时候拿的是私人的微信加我，我也没有问有没有店铺的微信，反正很自然的就加上了。再往后走呢，那几个月加上微信之后的那几个月里面，我们就会经常有的没的会聊一下天呀，然后慢慢的就发现他好像是个弯的，我也是个弯的，类似这个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呢，其实是刚进这一个所谓的圈子，就是刚刚才把自己放到这个圈子里面，才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对这个圈子了解并不多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处男，对。然后他呢，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好像是27还是28岁吧，大我很多，对不对？大我将近10岁吧。然后经验已经非常多了，非常的老手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很顺其自然的，然后聊天聊久了之后，我们就自然的会约出去，吃饭呀，干嘛干嘛的，就是当朋友嘛，玩嘛。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俩就是晚上一起在外面喝了点酒，对，跟朋友跟他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喝多了，他可能没喝多，我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就稍微的可能是展现了一下自己比较脆弱的一面吧，就比如说，高中嘛，压力很大呀，要干嘛干嘛的，要学习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就各种方面的压力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点把自己的脆弱展现出来了。
好，那个时候呢，他刚好借这个机会呢，就有一点趁虚而入就在那一次还没有到19岁，还是18岁，但是成年了啊，满了。那一次我就把我的第一次就这么的就交出去了，就交到了他的手上。那个时候喝完酒之后，他带着我去开了房，在酒店里面就发生了这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当然那个时候是你情我愿的啊，不是没有任何人强迫谁啊，你情我愿的。当然这一件事情过后呢，第二天酒醒了，干嘛干嘛的，冷静下来之后呢，他其实就有跟我坦白说，当时的他其实是没有准备好去谈一段比较认真的一个感情的啊。然后当时的我呢，其实是非常的伤心的啊，因为我小小年纪，18岁一个花一样的少年，把第一次丢给了别人之后，他竟然是这样对我的，就是不想对你负责的感觉。虽然我也没有说要让他负什么责啊，但是还是就有一点吃亏，有一点不甘心。但是我接受了。但是回过头来到现在，但现在我当然知道，当时他不想跟我发展一些严肃的、认真的感情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太小了，他28、29，我18、19，两个人的年龄相差的太大了。然后我当时的各种思想行为比较的幼稚，因为还小嘛，所以他就不想跟我去发生，不想跟当时的我去有太多比较认真的一些感情出来啊，因为就是不合适，年纪不合适，性格也不合适，没有，他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在对的时间碰上啊，有一点错开了，就他走到了这，我才在这，就这种感觉。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是很喜欢我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很年轻嘛，就是意气风发的，对吧？就是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因为他长得的确，也还挺好看的。那个时候啊，现在有一点走样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好看。然后就是这个过完之后呢，他跟我聊了这些之后呢，在手机上跟我聊的，聊完这些之后呢，后来我思考了一下，我也这么回他了，我说就没关系，我也不是说要，一定要去谈一个恋爱什么的，没关系，因为我也还小啊，我什么都不确定，很多因素，未来的因素，我会不会待在现在的这个城市，我全部都不确定，所以后来慢慢的也就想明白了。就是不应该去谈这一段感情啊，就是需要对我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对未来的一切的因素都不确定。但是那个时候，我那个年纪，大家也知道，就是心里有一肚子的热情，没有地方挥洒，所以跟他慢慢的这个朋友处着处着，慢慢的就变成了就是不谈感情只那个的那种关系。想不到年纪轻轻18岁、19岁的时候就发展出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反正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都是男人嘛，都有一些生理上的需求需要解决一下。刚好现在面前站着一个各方面又比较合适，体型呀、长相呀，然后他对我也是啊，体型啊、长相啊各方面都感觉比较合适，然后大家都聊清楚了，不谈感情，就是玩玩啊，玩一玩而已，那就好吧，那就玩在一起吧，就保持类似这样的一个关系，一直过了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啊，比如说虽然我们两个是一个固定的那个的一个关系，但这并不代表着我就不能再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了，对不对？刚进这个圈子，然后还有那么多的人等着我去认识，对不对？那我当然不能
吊死在一个树上，对不对？我当然会去多交一些朋友，然后交的这些朋友当中呢，就很自然的有一些也很符合我的口味，就类似这样子的人出现，所以当中跟他其实也有过那么分分合合的几段一两段的样子吧，我具体的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是很短暂的。但不管怎样呢，就是那些短暂的感情过后，我后面还是跟他就是慢慢的还是走到了一起，然后一直到后来是上大学了。上大学呢，慢慢的因为学校还是在本地读的大学，然后学校那边管的不是很严格，所以慢慢的我就没有再住在学校了，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还是很小啊，特别喜欢出去玩出去跟朋友喝酒，出去跟他喝酒，跟他的朋友喝酒，跟他的朋友的朋友喝酒，类似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我跟他的一些交友的一些圈子慢慢的融合在一起之后，我对他朋友认识的更加的多了之后，就也很自然的，我跟他那个，我跟我现在那个男朋友，他的那个在当下的那个关系也慢慢的更加紧密了。所以回到之前大学里面管的比较松，所以慢慢的我就没有再住学校了，慢慢的我就是住在他家，他也是在外面租房子，对，我慢慢的就跟他住在一起了，然后也是在跟他住在一起的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我们发现好像彼此好像比较习惯彼此陪在自己的身边了，然后就大家知道习惯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很难改掉的东西，就是你跟这个人相处的久了，你的圈子跟他的圈子融合在一起，融合的久了，慢慢的你就会习惯这个人，习惯待在他的身边，他就会习惯你待在他身边，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慢慢的就算是正式的在一起了。然后就是他的朋友来问，我们俩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也会直接说我们是，呃，情侣，对，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但是我们是没有所谓的那种正儿八经的表白的，我们是没有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所谓的一个矫情的人，他也是不太喜欢一个矫情的人。然后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然后他也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两个自然而然的就没有所谓的那种肉麻的表白而是直接就是一个眼神就在一起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在一起后，我们俩就一直维持到了现在，包括现在因为我妈妈知道我是弯的，然后我妈妈也见过他了，对我妈妈也挺喜欢他的，就一直维持到了现在。然后我跟他认识差不多有5年6年，在一起差不多有4年5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也挺久了。然后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我跟他从认识到在一起的一个故事了。然后之前有评论里面有朋友说想看我男朋友跟我一起出镜，然后我也问过他了，他其实还是比较愿意的，比较愿意的，对。但是可能需要对他的面部进行一些遮挡，因为他对自己家人那边是完全没有出柜，因为他们家里人的思想比较的传统他是北方那一边的他是北方那边的，然后他家人也是不是什么大城市里面出来的，所以思想还是比较传统，所以他是不会跟家里人出柜的，至少目前是这样看来的，所以他出境的话就会有一些些的不方便。所以如果以后要有机会让他出镜的话，可能会要进行一点点的遮挡，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大家还想知道我的一些什么故事，还想知道一些我跟他的一些什么故事呢？大家发弹幕、发评论写下来告诉我好吗？然后大家可以也私信一些你们想了解的一些问题私信给我，好不好？如果我看私信的问题比较多的话，我下一期视频可以做一个类似一个50问、10问、4问这样子的一个问答的视频，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子比我干说可能会有趣一些，好吗？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好吗？评论也可以。然后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子了，关注、点赞、投币、转发，谢谢。
然后我们下期见，拜拜。